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属兔子的，在今年呢，可谓福星高照啊。那你们无论是在财运还是人缘方面呢，都会非常的好。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在今年呢，可能会让你从天堂下到去地狱啦。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这个视频呢，就一起来了解属兔的在2026丙午年的运势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属兔的在今年有3个非常好的吉星啊，在加持着你们。我们可以看到有福德、天德还有福星啦。那这3个吉星啊，它们的一个作用呢，都其实非常的相似，它都是一种正能量的加持啦。那这个正能量呢，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它代表的就是一种财运啊、人缘啊，还有机会啊，就是你总体的一个运气呢，都会变得非常的好。如果你在今年啊工作方面想有一些新的尝试，或者转换跑道啊，接受一些新的项目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年，我都会非常鼓励你们啊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另外啊，你也可以看到呢，属兔的有的吉星呢，也跟人缘啊非常有关系，有桃花、太极贵人还有天喜啦。那桃花不难理解，它代表就是一个人非常的讨喜，他很多人喜欢接近你，跟你交往。那这个太极贵人啊，他也是一个贵人星来的，但是呢，他帮助你的方式呢，很多时候是以老师的一种方式，可以帮助你啊，从你原本的一个状态带到去更高，或者突破你现在的一个状态的人啦。传统上我们看到太极贵人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去学习一些玄学啊，或者身心灵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啦。那至于天喜啊，它代表的是有很多的庆祝活动，可能你会出席朋友的一些婚宴啊，朋友的聚餐啊，你在今年啊总体的快乐程度呢，会比之前啊提升很多的一个层次。那至于凶星方面啊，属兔的在今年呢，你们需要比较多留意有关人缘或者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啦。你们有的凶星是咸池、卷舌还有角煞。那首先我们来理解啊，咸池呢，它其实也是一种人缘星来的，但是呢，这个咸池啊，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欲上或者身体上的一种吸引力，结合刚才的那个桃花，属兔的在今年呢，会有比较多的一些烂桃花啦。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对的人，进入到你的感情生活。那卷舌还有角煞，更多是人事上的一种是非啦。那你们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要抽离，让自己呢不进入这样子的一种情境，或者呢不让这样子的问题啊发生在你身上啦。你感觉到有一些不对劲，你就要提醒自己，快速的踩刹车，让自己啊抽离出来了。那不然的话，你在今年呢会有很多的感情啊，还有人事上的一些问题啦。那至于为什么我在视频的开头啊说你们在今年可能会从天堂下到去地狱呢？那很大的关系啊，其实是你们在今年呢是破太岁。Hello， 大家好，我们1年1度的启动工作坊又回来啦。那今年呢会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啊，因为我们呢是火马年。那在这个火的能量啊非常强烈的一年里面呢，到底又会迎来如何的一个运势？那我们在这个工作坊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整年啊，我们的一个运势会是如何？那我们要怎么通过八字、风水还有奇门的方式呢，来最大化我们今年呢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我们也要避开啊，我们这一年呢可能会引爆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呢？那记得就要来我的工作坊，我会一一跟大家来分析啦。那我们活动报名的详情呢，可以在我这个荧幕上的这个 QR code
或者呢那个连接都可以直接报名。那时间呢是我们2026年的1月10号还有11号，时间是早上的11点到1点。那非常期待呢可以在这个工作坊见到各位啦。那我们线上见。你们跟我们的这个马的一个关系呢属于相破的关系。那在八字里面呢，破呢它代表的是一种彻底的破坏，或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要重组，或者呢进行一种大洗牌的过程啊。那这个破啊，在我们的八字里面，它通常呢会附带一个问题啊，因为它不是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更多也是带有一种你破坏过后要重建什么，你是因为某一个目的，或者呢你要重建一个东西，你才去进行破坏，是一种改变的更彻底。可能你做的是某一个领域，那你破了过后，你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你之前呢完全没有接触过，或者呢你没有做过的事情了。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会比较痛苦或者比较动荡的一个情况。所以属兔的在今年呢，你们会经历一个比较奇妙的过程啊。因为你可以看到了，你们有这么多好的吉星加持，然后凶星呢也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啊又有一个破在这里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怎样的情况呢？同一个时间啊，你感觉非常的好，你觉得呢在今年啊的运气啊，你整体的一个能量啊都非常的好，你感觉有更多的动力，更多的一种正向思考，你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呢，都好像有人帮你啊，或者呢你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同一个时间啊，因为破，你也会在经历一个大洗牌或者重组的过程啊。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的话，你可以说是一种大破大立的过程啊。你虽然面临很多的混乱还有挑战，但是呢你还是过得还不错，蛮 OK 的。那你们可能比较大的问题啊，是你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有这样多吉星的加持下，一个人呢很容易会自我感觉良好。那你觉得呢自己是有无限的可能，你要做什么事情呢都 OK， 所以呢就好像生活在天堂上的一种情况。但是呢因为这个破呢会很快速的把你拉回下来，让你呢陷入一个重大的转换或者转变过程里面。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心理准备，没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的话，那你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有时候是很痛苦的。如果在今年真的有一些事情，尤其是在工作还有关系上面需要进行重大的转变的话，你也告诉自己一切呢都会 OK 的，你只要给他多一点的耐心，还有让自己比较平稳下来的话，其实呢在有这么多的吉星加持下，其实你都可以安然度过，然后呢从这个所谓的暴风雨走出来，重建一个新的事物。那另外属兔的也要记得提醒自己过去了的事情，或者已经结束了的事情你也要放下。因为破呢要的是一种彻底的破坏，或者呢彻底的放下。我们不能继续对它有所想象，或者呢有所期望它会回来。斩断了或者放下了，我们就不再回头了。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破呢会有一点点的恐怖但是它其实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把过去你不想要的东西，或者呢你已经很想要改变，但是一直没有那个勇气去改变的一些事物，那今年呢就可以给到你那个勇气去做这个事情啦。那甚至因为你们今年有的这个运气还有这些吉星都可以让你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更加的安稳，
更加的安心，你不会呢感受到非常的痛苦。那另外啊，由于你的凶星呢都是一些人事问题或者是非相关啊，所以在今年呢记得要留意身边的一些所谓的小人啊，或者他是否有心怀不轨的人啊。那只要你发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解决方案啊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远离、抽离出来就好了，不跟他们搅和在一起。总结来说啊，属兔的在今年啊，你在打破重建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虽然是痛苦，但是呢，一切啊都是会有好的结果啦。不要害怕去接受一个新的事物，一个新的开始啦。好，那以上呢就是属兔的在今年啊的一个总体运势啦。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呢，你不是只有一个生肖，而是有4个生肖。因为在我们的八字理论里面呢，我们有分年、月、日、时。那你会点击这个视频啊，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属兔的，我们在兔年出生。但是啊，我们还有月、日，还有时啦。那为什么我们要看这4个不同的生肖呢？其实是因为在八字里面，如果你要看得更加的准确，你在某一年的一个运势啊，其实我们就需要看4个生肖，它所代表的是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就会一一的跟大家来讲解这4个部分。如果是属兔的话，它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那之前呢，当然你要知道自己的八字是什么啦。那现在在网上呢，已经有很多的八字命盘软件，大家呢都可以去导出，然后你就会知道自己这4个是什么啦。那事不宜迟，首先呢，我们来看，如果是年份的话，它代表的是一个人最外层的一个事物，所以通常我们会说是你的朋友圈啊，你的社交圈子啊，你所处的一个比较大的行业。在今年啊，你可能需要考虑放弃掉或者重组你朋友圈。那到底要重组什么啊？那当然就是把一些消耗你的能量、消耗你每一天的精力一些人啊，他每一天呢好像一个吸血鬼这样子，都在消耗你的一个能量的话，在今年呢，你真的呢可以狠下心来把它踢出去了。我们这个破啊，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勇气，还有决心啊，去做这个事情啦。那当然，你破坏了过后，你要重组，对吧？在今年呢，其实属兔的，你们是一个很好去做这个重建过程的啦。在这些这样多吉星的加持下，你也是很容易呢会遇到更好的朋友、更好的人，甚至呢更好的一些导师啊，来进入到你的社交圈子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情况。另外呢，由于有那些凶星，记得不要让自己牵涉进别人的一些纠纷里面啊。那不论别人要你去选边站啊，还是要发表一些意见，甚至要去攻击另外一个阵营啊，无论什么都好，你就说我没有想法，我都 OK， 不关我的事 OK。 你要用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不要让自己呢摄入到这种麻烦的事情里面，那你在今年啊就可以安然的度过了。那如果是月份啊属兔的话，它代表的是一个人的事业还有工作。在今年啊，由于是一个破的关系，那你在今年呢，你需要准备迎接一个新的工作职能啊。那这个工作职能呢，可能是跟你之前呢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你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因为在今年啊，有一些情况呢，迫使你一定要做这个事情。那很有可能呢，是老板突然间把你调到去另外一个部门，或者呢你自己突然间有一个感觉或者一个想法呢，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去了。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好啊，你都要保持一个应付新的旅程的一种心态，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转换啦。同时啊，也要提醒自己呢，这不是一个坏事，
它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机会，在未来呢可以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转换过程了。那另外呢，在这个重建或者适应新的环境呢，我也会建议呢各位要避开不必要的一些人事是非了，尽可能呢不牵涉入他们一些旧账，或者他们的人事之间原本已经有的一些斗争或者一些问题里面。那你尽可能呢就我什么都不懂，我是新来的，我只是来这里做好我的工作。那你在今年呢在事业方面呢其实也是可以发展的非常非常好啦。那如果是日属兔的话，它影响的是一个人的感情生活你跟伴侣之间的关系甚至你个人的一种状态。那在今年呢，你要有一个准备，就是你跟你伴侣之间原有的一个相处模式或者交往模式会发生一些变化啦。那这个变化呢，可能会比较剧烈一点，或者会比较大一点点。那你需要做的就是比较耐心，无论是在跟你的伴侣在进行沟通，你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事情上，你都要更加的耐心去接受，然后去进行一些调整啦。那大家可能听到这样子会很担心是否会发生一些什么很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分开还是什么啦。那这里呢，我可以让大家知道的是不一定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呢，这些无论是冲破这些通常代表有变化或者有破坏性的能量进来的时候，它会破坏的通常都是那一些本来就很不稳定的东西。那可能呢，你跟你的伴侣的关系本来就已经非常的糟糕，已经非常岌岌可危了。那在这种年份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就会分手或者呢垮掉。但是如果你们本来的关系呢就非常的好，没有什么大问题，也过得很棒，那这样子的年份呢，很多时候只是说你们的一种相处方式或者生活方式会发生一些变化了。那在这个变化的转换过程里面有些时候只是一种心境上或者呢你如何看待他，他如何看待你，会有一些变化这样子啦。所以呢，在这个转换过程里面呢，只要多一点的耐心，多一点的沟通，那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啦。那至于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在今年呢，其实是桃花源非常非常的好。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找到另外一个伴侣，那在今年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只是你需要更加留意那一些所谓短暂的激情啦。那大家不要忘记，你有所谓的咸池还有很多那种跟人事是非方面的凶星那这些呢都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个人感情方面的问题啦，所以记得要避开这样子的情况，真的只认真找你要的人，或者呢只摄入一些你想要的感情生活里面。好，那如果是时柱是属兔的话，它代表的是一个人内心最核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你的下属、你的孩子，还有你手头上所拥有的一些资产那在今年呢，由于是相破，所以你在今年呢，你会有一种心态上有很大的转变，很有可能呢，你之前非常坚信的一些价值观或者世界观呢，在今年呢都会发生一个大的转变。但是呢，不用太担心啦，因为我们有这些吉星的帮助下，一切到最后呢都会变成更好，都会回归到安稳，甚至你会感谢自己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你觉得呢自己的现在的状态比之前呢更加的好啦。那至于孩子还有下属的话，在今年呢，他们很容易就会陷入一种我要进行大肆破坏的一种情况。那这个破坏呢，因人而异啦。有一些人会觉得你为什么一直要来搞破坏，一直要来改变我们原本的一种方式。那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很有可能呢是你的员工或者你的孩子
在尝试告诉你一些东西。他们本身呢也在经历一个动荡或者经历一个改变的过程那至于你可以怎样更好的去引导他们，或者呢把他们的这种要改变的能量放到好的一个位置上，那就要考验你的一种能力啦。那很多时候呢，如果那一个员工或你的孩子呢，当他们要破坏的时候，代表的是他们认为现在旧有的模式已经不符合他们要的，他们要有一个新的尝试，他们要有所突破，他们要有所改变。那你可以做的就是去帮助他们去做这个事情。那当然因为如果你不帮他的话，你只是继续压制他们的话，那这个破坏的力量呢只会越来越大，它不会呢因此而消失了。你只是要把这个破坏呢引导去更好的一个发展呢，你可以让他们去读一些课程或者呢彻底的去改变他们在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家里面的一种身份或者职位，让他们呢感觉到有新的挑战，让他们去做，那这个破呢就可以运用得更好了。那至于投资的话，你手头上的拥有的资产我会给你4个字就是焉知祸福啦。因为呢这个破呢它很有可能在今年呢要进行一些大破大立的情况，你呢可能开始看不顺眼，或者呢不喜欢自己现在手头上所拥有的这个投资组合，那你会对它进行一个大重整那在大重整的过程里面，你也会买入一些新的资产或者呢投资一些新的领域那至于是好是坏呢，我其实很难给你一个答案。因为呢这种破坏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本身没有一个知识，或者呢你对投资没有太大的一个认知的话，你也是很容易呢让自己陷入到投资错误的东西，或者呢没有做一个好的财务规划这样子啦。所以记得如果你在今年呢开始要去动你的这些资产的时候，最好呢先去咨询一些专业人士，或者呢相关领域有所认知的一些朋友还是老师他们呢都可以给到你更加好的一些建议啦。好，那以上呢就是属兔的在这个丙午年将会迎来的一个运势啦。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们属兔的家人朋友啦。那在这新的一年里，我先祝各位属兔的朋友身体健康，一切顺利。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